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今天带给您的呢是这样子的一款包，它呢底部是一个长方形，那我在包口呢进行了一个折叠，那让包型呢有了一个变化。它的侧面呢我装了一个低字扣，这样子呢装一个背包绳儿，又可以背又可以拎，非常的实用哈。今天整个配色呢是一个蓝色系，那中间的图案呢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它非常的祥瑞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制作过程吧。先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包用到的材料和具体的尺寸。这个呢是包的主体部分，它呢长度34厘米，宽度呢52厘米。那我在底部进行了一个对折，底部呢是需要打角的，这个5厘米5厘米。我刚才说的呢是铺棉的尺寸，需要放1厘米的缝缝。主体部分呢，面子、里子各一份。今天的主体部分呢是一个拼色，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拼色的尺寸。那拼色呢，这儿的宽度两边17厘米17厘米，中间这个呢是20厘米。那先拼色，然后再烫铺棉，这样子制作起来呢会是一个整体。这个是包口的材料，它呢长度36厘米，宽度6厘米，这个呢需要4份，这是2个低字扣，还需要2根提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。我首先制作的呢是里子部分。那里子部分呢，我们首先把2个侧边裁掉，然后呢底部打角，两侧车好了，底部呢也打好角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做里子的带口部分。那这是带口的材料哈，拿出其中的2片，我们2个侧边这样车好，然后呢把它和这儿连接在一起。在中间的位置呢，咱们留一个反口。里子的包口做好了，侧边是这样子的哈。我的反口呢是留在了这儿，一会儿整个包从这儿翻到正面。那里子制作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先放到旁边。下面开始制作的是面子部分，那和刚才里子是一样的哈。我们2个侧边车掉，然后呢打角。侧边和角呢都做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在2个侧边上，我们固定上低字扣，低字扣冲下，在侧边的位置裁一下固定。2个低字扣装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装包口的材料，这是包口的材料，那和做里子是一样的哈。我们先裁2个侧边，然后呢把它和主体部分整个裁一圈连在一起。面子的包口部分呢做上了，现在我发现呢这包口有点软，那我呢又裁了点铺棉2份哈，我打算这样子把它给烫上去。它的长度呢34厘米，宽度3厘米。我现在用熨斗把它烫在这儿。包口的铺棉烫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在包口装上提绳，提绳装的位置呢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呢是中心线，离中心线2边各7厘米。我们把提绳这样子冲里搁在这儿，放平，这儿裁一条，把它们固定上。那2根提绳呢位置是一样的。包带呢固定上了，接下来呢我们把面子和里子组合在一起。那先把里子翻到正面，搁进面子里，正面和正面相对，搁平整以后呢，整个包口车一圈。包口一圈车好了，那我们现在从刚才留的那个反口把包翻到正面。现在呢翻到了正面，那么在包口啊，我们车一圈窄边。包口的一圈窄边呢车好了，那我用长针法把反口呢也封上了。现在呢我们在包口的包带这个位置哈，这样子进行一个折叠，然后这样子裁一条，4个包带都一样。4个侧边呢缝好了，我在中间呢还装了这样子的一个吸扣，那整个包啊就制作完成了。今天这个包在2个侧边的地方呢，我还装了个低字扣，那装上包带呢就可以背起来。这个包可以背可以拎，非常的实用。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，请您一定点击加关注。咱们下期再见。